听到叶晨的疑问，刘家辉笑着说道，叶先生，曼琼这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叶晨皱眉道，你要拆小吃街，跟曼琼小姐没谈过恋爱有什么关系？刘家辉忙道，您看，别看这孩子今年都24岁，到婚配的年纪了，但他就是因为没谈过恋爱，感情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状态，所以才一直特别怀旧。他都20多岁了，还跟小时候一样，每天去小吃街吃饭，跟那些贩夫走卒混在一起，这证明他在情感方面的空缺，还一直都靠怀念他妈妈来填补。说到这里，刘家辉看着叶晨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，其实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快点成熟起来，让他真真正正去谈一场恋爱，一旦他开始恋爱，他在情感方面的空缺就会转而由他爱的那个男孩子去填补，到那个时候，这条小吃街对他来说也就没有这么重要了。叶晨哼笑道，刘先生，我听曼琼小姐说，小吃街是你买下来送给她的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她的产业，是不是要推倒了重新开发，应该征求她的意见。刘家辉听得出叶晨有些维护刘曼琼，心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高兴得不得了。于是他看着叶晨，非常认真地承诺道，叶先生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征求曼琼的同意，而且我也没想立刻就把它拆了重建，最好是等曼琼找到了他的如意郎君，开始自己的生活之后，再去征求他的意见。说着，他又故意非常严肃地说道，另外，我也早就打算好了，到时候我在这里中心的所有股份都当作曼琼未来的嫁妆，谁娶了她，谁就是这里的老板。叶晨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他觉得刘家辉这番话应该只是说给自己听听罢了，他大概率早已经定好了计划，就算刘曼琼不同意重新开发，他也会一意孤行。不过叶晨也没再多说，因为刘家辉现在虽然意气风发，但等到了下午，自己就会教他做人，到时候自己一定会跟他约法3章，而这其中就会让他做出承诺，要求他在小吃街的处理上绝不能违背刘曼琼的意见。随后车队开进了刘家辉自持的一栋写字楼内，刘家辉热情地邀请叶晨走进自己的专用电梯，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港岛最大的娱乐公司就在我这栋楼里办公，他们的老板杨天生跟我关系非常好，如果你有兴趣认识他，一会我可以让他上来，大家一起喝喝茶，认识一下。说着，刘家辉又用一副你懂得的表情对叶晨说道，港岛至少1半以上的女明星都签在了杨天生的公司，如果你有感兴趣的，我也可以让他们介绍你们认识。对刘家辉来说，他本身就是综艺花丛的高手，所以即便他很希望叶晨做自己未来的女婿，但他依旧觉得真男人就应该像自己一样潇洒自如，多几个女人本就是雅士一桩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叶晨对港岛女明星没有任何兴趣，表情冷淡地摆了摆手，开口道，不必了刘先生，贵圈的乱世我有过耳闻，我叶晨不敢说出淤泥而不染，起码也不会主动往粪坑里跳。刘家辉一听这话，顿时愣了愣，心知叶晨肯定是瞧不上混乱的娱乐圈女明星，自己这是拍马屁，不小心拍到了马腿上，于是便尴尬地说道，叶先生误会了，其实我也不混他们那个圈子，我这个人跟叶先生一样，也是比较洁身自好的。好，叶晨敷衍地说着，不由摇头笑了笑，搞得刘家辉有些无地自容。这时候电梯提示已经到了顶层，随后梯门打开，刘家辉殷勤地说道，来叶先生，这边请，先到在下的办公室坐坐。叶晨点点头，跟着刘家辉从电梯里出来，便见电梯口2个年轻漂亮、身材高挑、
且穿着短裙制服的美女非常恭敬地鞠躬说道：“董事长好。”刘家辉连忙指着叶晨对两人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的贵客，叶先生，赶紧跟叶先生问好。”两个女孩连忙齐声说道：“叶先生好。”叶晨微笑示意，随后便跟着刘家辉一路来到他的办公室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路上遇到了至少7、8个同样装扮、同样气质的女员工，除此之外，这一层几乎看不到什么男性员工的身影。于是叶晨饶有兴致地问道：“刘先生，这里怎么都是女性员工？养眼吗？”刘家辉笑着说道：“我这些员工基本都是空姐和港姐出身的，身高都在1.75米以上，年纪都在28岁以下，我给他们出双倍工资，但不需要他们担任什么要职，每天就像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向我问好，同时为我做好服务就够了。”说着他又生怕叶晨误会，连忙解释道：“叶先生，我说的这种服务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、正常的、健康的日常服务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我来之前对刘先生的行事风格略有了解，所以这种事情刘先生不必刻意解释。”刘家辉尴尬地笑了笑，挠头道：“哎呀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外面的人对我总是有一些误解，叶先生要是听说了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，可千万不要当真啊。”好，叶晨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随口道：“刘先生，还是聊一聊正事儿吧，你想怎么跟伊苏航运合作？”刘家辉没想到叶晨竟然这么快就直入正题，赶忙殷勤地说道：“是这样，叶先生，在乡手里也有一家航运公司，但是运营的不是太好，浪费了不少运力，所以很希望能够跟伊苏航运深入合作一下，从伊苏航运的手里承接一些消化不掉的订单。”叶晨淡然道：“这种合作自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关键是你愿意付出多少利润给伊苏航运。”刘家辉想了想，试探性地说道：“3成怎么样？伊苏航运什么都不用承担，只需要把消化不掉的运单给我，我会将运费的3成分给伊苏航运。”3成？叶晨笑道：“如果刘先生只有这么一点诚意的话，那我估计这件事情可就没法谈下去了。”刘家辉一愣，连忙道：“哎呀，叶先生，这些都好说，分出多少对我来说真无所谓，我只是想结交您这个朋友，如果您觉得不合适，55开也是可以的。”叶晨笑道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一点时间考虑一下，你考虑好了再给我报个价。”刘家辉摸不清叶晨的心理预期，只能点头说道：“好说好说，这件事我们可以再从长计议。”刚说完，一位美女敲门进来，恭敬地说道：“董事长，杨先生来了，还带了2个非常年轻的新人，说是要介绍您认识一下，我跟他说了您在会客，他让我问问您方不方便。”刘家辉一听这话，表情难看至极，连忙摆手说道：“不见不见，跟他说我有贵客，不方便，让他走。”说完，故意看了叶晨一眼，开口嘀咕道：“我丢，这姓杨的王八蛋，没事总往我这里跑什么，搞得好像大家很熟一样。”叶晨哈哈一笑，开口道：“刘先生，你这经常混娱乐圈的，演技还这么差，真的是说不过去了。”刘家辉恨不得扒开地缝钻进去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没有没有，叶先生，我跟娱乐圈真的不熟。”叶晨摆摆手：“算了，既然是你的好朋友，哪有往外赶的道理，不妨也介绍我认识认识。”刘家辉看着叶晨，微微一怔，心中暗忖：我当这姓叶的真是什么洁身自好的好男人，没想到也是个满嘴仁义道德、满腹男盗女娼的同道中人。他肯定是听到杨天生带了2个年轻的新人过来，所以动了那方面的心思。想到这，他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笑着对那秘书说道：“
快请杨先生他们进来。